你们看现在的医院里最多的病人是什么？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中风患者。很多家属在走廊里哭，说他的命怎么这么苦，明明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天一亮半边身子就瘫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这绝对不是运气不好，这是天道与人道失衡的结果。你们在菜市场里天天擦肩而过的那些水果，其实就是救命的药。很多人不识货，花了大钱买了一些昂贵的补药，结果血管该堵还是堵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了20年才发现的秘密，其实我们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写在经书里了。你们一定要听下去，这不仅仅是省钱的问题，这是关乎你们能不能体面活到老的问题。在台湾，我见过许多对比鲜明的案例。台北信义区有位富商，坐拥数栋豪宅，家中如皇宫般奢华，却年过半百便突发脑梗。发病当日，他正饮着数十万一斤的顶级茶，吃着名贵燕窝，突然杯子坠地，无法言语。此后3年躺在特等病房，全身插满管子，需4名护工轮班照料，纵有万贯家财，也买不回片刻行动自由。这印证了我常说的不通人道，不清理体内淤堵，财富终将化作医院建筑费。反观淡水菜市场八旬阿婆，日日风吹日晒，卖菜步履如风，中气十足。问及养生之道，他笑称只吃摊边剩的山楂、桑葚、柚子，平凡水果却让血管清透。这对比背后藏着中医宇宙观与现代医学的契合。富商厚逆，滋补治血管淤堵。阿婆天然果酸助代谢畅通，绝非巧合，天道即自然规律。中医天人合一，非玄学。地球四季更替对应人体生物钟。哈佛研究证实，冬季气温下降使血液粘稠度增加，中风高发期与中医寒邪入络理论吻合。人道是身体内在规律，肝主藏血，心主行血，脾主统血。若肝气郁结，致代谢紊乱，胆固醇、甘油三酯堆积成痰丝，在血管形成斑块，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。现代医学称此为发病物理基础。哈佛追踪20年发现，长期摄入类黄酮、原青花素等植物化学物质的人群，中风风险降低超 40%。 这些物质在中医理论中对应理气、化瘀、补肾功效，印证着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深刻共鸣。第一个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山楂。很多人觉得山楂只是消食的，小孩子不吃饭才吃山楂，这是极大的误解。山楂在《神农本草经》里被认为是有大能耐的，它摄红入心，胃酸入肝，酸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就是收敛和软化。你们看那些硬邦邦的肉，放点山楂一起煮，很快就软烂了。这说明山楂具有极强的化解顽痰痼疾的能力。在现代药理学里，山楂含有大量的山楂酸和类黄酮，这些成分能干什么？它们就像是血管里的清道夫，能够直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，也就是那种坏胆固醇。这种坏胆固醇就是形成血栓的元凶。你们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血管就像是一根自来水管，用久了里面全是锈垢和青苔，这些锈垢就是中医说的血瘀。山楂的酸性能让这些硬化的斑块变得疏松，类黄酮则能增加血管的弹性。这就好比你给干枯的橡胶管抹了润滑油，让它重新变软。现代医学通过超声波观察发现，长期食用山楂提取物的人，颈动脉的内膜厚度会明显改善。这不就是中医说的软坚散结吗？所以中老年人每天饭后吃几颗干山楂泡的水，这就是在给人道做大扫除。这不仅仅是助消化，这是在保命。第二个我们要聊的是柚子。在台湾，柚子非常常见，中医认为柚子味甘酸，性寒，入胃。肺经它最重要的功效是理气化痰。中风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内风乱窜。什么叫内风？中医讲无痰不作眩，无火不发风。由于你平时的饮食不节，体内产生了大量的痰丝，这些痰丝堵住了气机，气走不动了，就会化火，火性上炎，带着痰丝直接冲向大脑，这就是中风。柚子那种微苦的味道其实是最好的清火药，那种苦味能燥湿，能把身体里粘稠的液体化解掉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柚子里含有一种极其宝贵的成分，叫做柚皮苷。
这种物质非常神奇，它能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大家知道吗？糖尿病是中风的高危因素。柚皮苷通过调节代谢机制，减少了身体内部的炎症反应。现在医学界已经达成共识，血管硬化本质上是一种慢性炎症，而柚子里的维生素和类黄酮正是天然的抗炎剂，它们能像灭火器一样扑灭血管内壁的微小炎症。当炎症消失了，血小板就不容易在血管壁上聚集，也就不会形成那种可怕的血栓。这正符合中医讲的平肝息风的逻辑。你把烽火压下去了，海面就平静了。第三个水果你们可能经常忽略，那就是桑葚。在古书里，桑葚被称为民间圣果，它是紫黑色的。在五行理论中，黑色入肾，肾为先天之本，主骨生水，脑为水之海。中风之后为什么会半身不遂？为什么会说话不清？因为你的水海空虚了，神经传导断了。桑葚的作用就是在大后方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，它能滋阴补血，润肠通便。很多人奇怪，中风跟肠道有什么关系？这就是你们不懂中医的整体观了。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而肺朝百脉。如果你的大肠不通，腑气不降，身体里的浊气就会向上顶。很多老人家在厕所用力排便的时候突然中风，就是因为浊气上逆，导致血压瞬间爆表。桑葚里面的油脂和纤维素能够保证大肠的通降，这就给了身体一个泄压阀。而在现代生理学看来，桑葚里含有极高浓度的白藜芦醇和花青素，这些是目前自然界发现的最强的抗氧化剂，它们能穿透血脑屏障，直接保护脑神经细胞不被氧化损伤。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，大脑是对氧自由基最敏感的器官，如果你的血液里抗氧化物质不足，脑细胞就会像铁一样生锈。桑葚里的花青素能清除这些自由基，增强脑部的微循环。这在中医看来就是滋养了水海，让你的神明之府保持清朗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经常吃桑葚的人到了老年依然思维敏捷，手脚灵活，因为他们的肾气足，水海满，天道与人道的连接非常顺畅。你们听懂了没有？这三种水果，山楂负责化解血瘀，柚子负责平息内风，桑葚负责滋养神明，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。这绝不是我一个人在瞎说，这是结合了《黄帝内经》里关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智慧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精确观察。我们要明白，生病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是你多年来对身体的不负责任累积出来的。你每天吃那么多油腻的食物，情绪又那么激动，还不懂得顺应季节去调理，你这就是在逆天而行。很多人跟我抱怨说，我也知道要养生，可是那些药材太苦了，我坚持不下来。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三种水果，就是希望你们把养生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。这叫以平为期。中医的最高境界不是治病，而是治未病。什么叫治未病？就是在你的血管还没堵死的时候，在你的血压还没失控的时候，你就通过这些天赐的食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。我们要讲逻辑，为什么现代人中风这么多？我们要看现代人的生活环境，现在的环境污染、工作压力，在中医里都属于外邪。这些外邪会扰乱我们的营卫之气，营气在血管里跑，卫气在血管外护。如果营卫不和，你的血管就会变得脆弱。而这些水果里的天然活性成分能够增强营卫之气。这就好比你在城墙外面加固了一层钢板，在城墙里面安排了巡逻兵。现代医学所谓的免疫系统调节和血管内皮修复，说的其实就是一回事。你们看，天道运行是有节律的。子午流注告诉我们，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经络当令。中午11点到1点是心经当令，这个时候你应该静养，让血液平静地回流到心脏。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在剧烈运动或者暴跳如雷，你的心火就会过旺。这时候如果你能吃一点柚子清一清心火，就能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。这就是利用天时的力量来调节人道的运行。再说这个山楂的使用，很多人问我怎么吃效果最好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去买那些深加工的山楂片，那里面全是糖。你要去买那种干的山楂果，或者新鲜的山楂，酸味入肝。如果你的脾胃虚寒，可以稍微加一点生姜。生姜的辛散可以平衡山楂的酸收，这就是阴阳平衡。
现代医学也发现，生姜里的姜辣素可以扩张血管，与山楂的软化作用相得益彰。这就是中医逻辑的严密性，每一个搭配都是有深意的。我们要有良好的思维，养生不是为了长生不老，而是为了活得有尊严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到了70、80岁，还能自己拎着菜篮子去市场，还能去公园跟人下棋，还能抱得动孙子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。如果你瘫痪在床上，就算你儿女再孝顺，那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。身体是你自己的，健康是你唯一的本钱。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最后那台手术上，手术只能修补，不能重来。你要在平时，在每一顿饭里，在每一颗果子中去寻找生命的生机。我们要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中风的根源在于气血的淤堵和阴阳的失调。山楂是化瘀的坚冰，它用酸性力量软化血管，清除杂质。柚子是理气的统帅，它用苦味和黄酮类物质平息内风，消除炎症。桑葚是补肾的后勤，它用黑色素和抗氧化物质滋养大脑，保护神经。这3种东西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，但它们却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保命符。我要提醒你们，养生要持之以恒，不要今天吃了一颗山楂，明天就想血压降下来，这不现实。身体的代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血管的修复也需要时间，我们要给身体一点耐心。你要相信天道的规律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你种下健康的种子，自然就会收获健康的果实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最硬核的生命科学。我希望每一个看到这里的观众都能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看看你的餐桌上是不是肉食太多了，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吃这些天然的具有调理功能的食物了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分享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动动你的手指，把这些知识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也许你的一次转发就能挽救一个家庭，让一个老人免于瘫痪的厄运。中医讲究的是大爱，是天人相应的情怀。我们不需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长生药，真理往往就藏在最平凡的事物中。这3种水果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自救锦囊。请记住，你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你的血管通不通，你的大脑清不清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最后我要告诉大家，养生不仅是养生，更是养心。你的心态平衡了，你的气机就顺了，气顺了，血就通了。这就是中医宏观宇宙观带给我们的终极智慧。我们要用现代的科学眼光去解读它，用我们的行动去实践它。愿大家都能远离中风，拥有一个清爽通畅健康的身体，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步履矫健，神采奕奕。在这个复杂的时代，各种健康资讯层出不穷，我们要学会分辨。那些让你花大钱买的神药，往往不如这些几块钱一斤的水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水果是经过大自然亿万年进化的精华，它们的成分比例是天造地设的，最符合人体的需要。而人造的药物往往是孤立的某一种成分，吃下去虽然见效快，但副作用也大。这就是中医提倡食疗的原因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绝补。你们一定要明白，中风并不是不可战胜的，只要你懂得了气血运行的规律，懂得了如何利用天然的食物来调理身体，你就掌握了健康的主动权。哈佛大学的研究只是在这个古老的智慧上盖了一个科学的印章，而真正的钥匙一直就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我们要有信心，要有智慧，更要有行动。每天吃一点山楂，喝一杯柚子水，或者在季节到了的时候品尝一些新鲜的桑葚，这些小小的习惯就像是在你的血管里安装了过滤器和润滑剂，他们会默默地守护着你，让你在岁月的长河中依然能够保持生命的活力。这就是我对你们最真诚的祝愿。我们要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健康思维，不要等到零件坏了才去修，而是在平时就做好保养。中医的脏腑经络，现代的细胞代谢，其实都在讲同一个故事，那就是生命的平衡。平衡就是健康，失衡就是疾病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些自然的方式，把失衡的身体拉回到平衡的状态。现在的社会节奏太快，大家都很焦虑，焦虑本身就是一种剧烈的火气，它会灼伤你的阴血，让你的血液变得粘稠。所以在吃这些水果的同时，也要学会放松你的心情。
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着，让你的心像大海一样宽广。当你的心宽了，你的血管自然也就宽了。这就是我常说的心主神明，神明清了，五脏六腑皆安。我们要懂得感恩，感恩大自然给了我们这么多神奇的食物，感恩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经书，也感恩现代科学让我们能从更微观的角度看清生命的奥秘。这种感恩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良药，它能产生正向的能量，调节你的神经系统，增强你的免疫力。你们看，中医并不是古板的，它是极其灵活和包容的，它能把宇宙的运行和一颗水果的功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思维方式，不要被零散的知识点所束缚，要看大趋势，看整体。当你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去理解健康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养生真的很简单，也很科学。我们要把这种智慧传递下去，告诉我们的下一代，不要只知道吃快餐和喝可乐，要懂得亲近自然，让这些健康的种子在每一个家庭里生根发芽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养生、关于中医还有现代医学结合的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我所能，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大家答疑解惑。记住，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奇迹，我们要敬畏它，爱护它，不要让那个中风的悲剧在你或者你的亲人身上重演。行动起来，就在今天去菜市场走一走，寻找那3种中风的克星，让健康的阳光照进每一个人的生活。天道有序，人道有法，只要我们遵循规律，勤于调理，半身不遂，这个噩梦就会离我们远去。我们要相信科学，更要相信自然的伟力。在现代医学的显微镜下，还中医古籍的字里行间，我们找到的是同一种对生命的守护。这种守护是跨越时空的，是普世的。你们想想看，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强调这3种水果？因为在所有的食物中，它们最能代表金木水火土的调和。山楂的火红与酸木，柚子的金星与土干，桑葚的水黑与木青。这不仅仅是吃水果，这是在给你的五脏六腑排兵布阵。每一个水果进入身体后，都会找到它对应的经络去发挥它的作用。这在现代医学里叫靶向治疗，只不过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天然靶向药，没有化学合成，只有阳光和雨露的味道。很多人问我，我家里有老人已经有高血压了，吃这些还有用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更有用。对于已经有基础病的人来说，这些水果就是最好的辅助手段，它们能减轻西药带来的副作用，帮助身体建立起第2道防线。当然，我不是让你停药，我是让你在医生的指导下，通过这些食疗的方法，让你的身体机能慢慢恢复，最终达到减药甚至停药的目标。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状态。你们要学会观察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的舌苔变得厚腻了，说明你体内的痰湿重了，这时候柚子就是你的好帮手。如果你的指甲出现了纵纹，说明你的肝血不足或者血液有瘀滞，这时候山楂和桑葚就要登场了。这种自我诊断、自我调理的能力才是最好的医生。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身体的国王，你要学会管理你的臣民。天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，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疏浚河流，一个身体的治理同样需要疏浚血管。我们今天讲的这3种水果，本质上就是疏浚工程里的专业工具。我们要善于利用它们，不要觉得它们普通就轻视它们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是免费的或者廉价的，比如空气，比如阳光，比如这些生长在泥土里的水果。我们要拒绝那种透支健康的思维，不要年轻时用命换钱，年老时用钱买命，那是一笔最亏本的买卖。我们要有预见性，通过今天的学习，希望大家都能长出一双慧眼，在喧嚣的市场里，一眼就能看到那些真正能保护我们血管和大脑的宝贝。你们要记住，中医的逻辑是宏大的，它的视野是跨越时空的。当我们把这种宏大的视野与现代医学的精确研究相结合，我们就得到了一套无坚不摧的健康方案。这3种水果只是一个切入点，它们背后代表的是一整套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学。这种哲学教导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，如何监听身体的每一个信号。当我们每天吃下这些水果的时候，我们要带着一种仪式感，我们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
我们要感知身体内部正在发生的细微变化。这种意识的觉醒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治愈力量。现代神经免疫学已经证明，积极的情绪和清晰的认知能够显得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。所以吃什么很重要，怎么吃，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吃同样重要。希望我的这些话能像清晨的钟声敲醒那些还在透支健康的朋友，不要再等了，不要再观望了。健康就在你的每一个动作里，就在你今天的餐桌上，让我们一起拥抱健康，拥抱美好的未来。再见。